我是阿狸。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，我想问问屏幕前的学生党用的是什么品牌的游戏本呢？从我去年到学校街访和配置优化询问的数据看下来，学生党占比较高的游戏本可能是拯救者。那个联想的拯救者，联想拯救者，甚至有观众告诉我，他们整个寝室都是 Y7000P 2024。而今天新一代的拯救者又来找各位同学了，没错，它就是全新模具的联想拯救者 Y9000P 2025至尊版 AI 缘起冰破白。搭载 Ultra 9 275HR CPU，175瓦5080笔记本 GPU， 屏幕为16寸 2.5K 240刷新 OLED 屏，峰值亮度高达丧病的1100尼特，实测全屏亮度也有517尼特。存储方面，拯救者给了6400高频 D5 内存 PCIe 5.0的 TLC 颗粒 SSD， 并配备400瓦电源，支持140瓦 USB-C 供电。散热方面，搭配了2颗猎鹰风扇加1颗内吹风扇，并一体覆盖 SSD 内存、网卡、PCH。以下是 Y9000P 2025至尊版的详细配置单。理论性能方面，这套模具做到了丧病的275瓦释放，实测整机超过300瓦，这可是疯了啊！凭借着夸张的释放，硬是把 U9275HR 干到了4万分，把5080笔记本 GPU 干到了2万3，而主流5090笔记本是2万4左右。论调教还得是拯救者。本次的游戏测试将基于 T30 的标准来进行评估 ，T 及 Test 30为30款游戏。T30 呢原本是一款暴力扇的型号，而我们取这个名字是想把测试标准定得足够的暴力。游戏性能分为了4个板块，以30款为基础，部分游戏会采用多种设置进行测试，以达到侧重 CPU 或者 GPU 的目的。光追性能综合了10款光追游戏的实测表现进行性能参考。超分性能会力求给出不同游戏在 DLSS 性能、平衡、质量、真生成2倍、3倍、4倍的不同提升幅度。分辨率压力则是基于游戏在不同分辨率下的性能衰减幅度。由于多台笔记本在短时间内进行 T30 考核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，但好在我们一直在优化测试流程，赶上了首发。不过毕竟时间还是很紧张，如果出现了一些小的错误，还请观众老爷们指出，我们会立即纠正。那么测试开始。此轮测试我们以4080版的拯救者至尊作为参照。需要说明的是，这台拯救者至尊并非新机，即使测试前经过我们手动清灰换规制，但真的只能仅供参考。首先是不开超分的纯光山原生游戏表现，其中17款纯 GPU 受限型游戏取得了胜利，并在新模具的加持下，实际游戏 GPU 温度几乎不到70度。7款双受限游戏表现也非常良好，怪猎荒野优先锁定 P 核，负载场景用 E 核的调度策略，充分发挥了5080笔记本 GPU 的性能。最后生还者西之绝境凭借120瓦 CPU 释放，取得碾压性的胜利。而博德之门3这种非常吃缓存延迟性能的游戏，200H× 就会出现倒挂。5款纯 CPU 受限型游戏中，吃缓存的绝区0和 DOTA 2也有小幅度的性能下降，但因为笔记本 U9 有着更优秀的调度策略 ，CS2 和 PUBG 还是会有进步。也因 Y9000P 2025是6400内存频率，都市天际线2这种考验内存的模拟游戏有小幅度的提升。总的来说，对于 CPU 有通信延迟、缓存性能有需求的网游用户，可以蹲一波搭载 AMD CPU 的 R9000P。如果主玩3A， 只要性能释放充足，大部分情况 U9 可以充分发挥显卡的性能。且一般 OEM 会把兼顾性能释放和拓展性的优秀模具优先给到200H× 系列。基于30款游戏原生性能来看，相比上代原生综合提升 10.31%。CPU 受限型游戏综合提升了 4.08%，GPU 受限原生提升了 14.06%。像素压力方面，3A 随着分辨率的提高，普遍更吃 GPU，
16G 显存的设定，多数游戏不用担心外接 4K 显示器爆显存，纯 CPU 受限型的电竞游戏，5080笔记本 GPU 甚至能够性能溢出，3种分辨率的表现完全一致。不过，对于光追游戏，虽说综合提升了10%，但渲染压力对于笔记本来说还是相当大的。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这几年半导体制程进步缓慢，而 NV 呢给出的答案是走 AI 辅助路线来攻克图形学的难题，所以 RTX 5080笔记本 GPU 的核心卖点终归是 DLSS4。目前 DLSS4 Transformer 模型最大的优势是有着近乎强过原生分辨率的静态画质，动态画质也随着 AI 模型的不断更新在快速的进步。即使你不能接受降分辨率，5080笔记本 GPU 的性能光删 2K 不开 DLSS 都有些过剩，但全景光追这个性能是完全不够塞牙缝的。所以通过 AI 生成画面的多帧生成是现阶段笔记本跑光追的唯一解法。只要你接受 DLSS 4倍多帧生成，我们常说的硬件杀手清一色的变成电竞标准。也因近年很多小厂入行 3A， 他们没有大厂的优化实力，所谓的优化几乎压在了真生成上，甚至一些大厂为了节省优化费也押宝在真生成，有的还强制光追不做光删。所以个人悲观的认为，以后3A 游戏开超分真生成也许会成为常态，这也是为何 XESS、FSR 甚至某29元软件都在迭代插帧算法的原因吧。至于 NV 会不会一直在这方面保持优势，我拭目以待。但现阶段 DLSS 对于整机功耗不高的笔记本端来说，是真的非常实用的升维功能。除了 DLSS 外，5080笔记本 GPU 的优势是 16G 大显存，可以跑 32B 内的量化语言模型，非常方便辅助作业和各种论文。如果你和我一样是影视数媒专业，那么能够硬解电影机422编码 Blackwell 架构 GPU 的25款拯救者是不会让你失望的。说实话 Y9000P 2025至尊版这个 CPU 性能释放让我忍不住想要外接桌面显卡。上一期的 X3D 平台 USB 外接 5090D 只剩了3万多分，今天我们终于可以用通过雷电接口来窥探一下拯救者至尊的上限。拯救者雷电协议外接 5090D 后 TimeSpy 的成绩达到了夸张的42290分。是的，能打败5090的只有5090他自己。在2077、黑神话、古墓丽影、心灵杀手这类 GPU 受限型游戏中，均击败了使用 USB 外接方案的9955 HR3D 配 5090D。不过，外接方案受限制的不只是带宽，很重要的一点是 CPU 和外部 GPU 的沟通延迟成本，这一点在生化4中尤为明显。无论是红厂还是蓝厂，都遇到了相同的瓶颈，甚至部分游戏对比内置显卡是倒退，而不怎么吃 GPU 的网游基本就是零提升了。所以外界一时爽，入坑需谨慎呀。拯救者2025最大的变化就是从以往的商务西装暴徒转向了电竞风格，经典的屁股设计换成了更庞大暴力的出风格栅，同时拓展接口被移到了左右两边，更便于使用。这个系列一直以来最大的优点就在于近乎无敌的性能释放和散热，25款自然继承了这个血脉，做到了风冷整机300瓦。但说一个我能接受，不一定是所有人能接受的点吧，那就是这一代屏幕是 OLED， 希望后续可以增加 Mini LED 的型号。当然，我个人最在意的是今年拯救者的价格，只要有一个好的定价，以它的表现来看，大概率会成为校园街机。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啦，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加关注哦。最后祝您身体健康，再见。